德生，快带妹妹进来吃点心。中国比英国大100倍，如果把中国的人口排列起来，可以环绕赤道7次之多。中国人很早就发明火药、罗盘、纸张和印刷术，然而这么聪明的民族却活在黑暗中，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有谁愿意去中国传福音呢？爸爸，我愿意去。我也去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年过去了。哎，这什么时代啦？你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神啊？在物质世界的引诱下，戴德生的信仰受到严重的考验。他的妈妈和妹妹十分为他担忧。基督做成的功，到底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功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做成了拯救人灵魂的工作，不仅为我一个人，乃是为全世界的罪人。哦，耶稣，我不用再做什么了，唯有接受你的救恩。赫美，我得救了！真的太好了！其实我3个月前就立志天天为你祷告呢。啊，真谢谢你！为了预备自己去中国，戴德生在哈迪医生的诊所担任助手，学习医学的知识和技术。钱只够用1个礼拜了，但哈迪医生的薪水却迟迟未发。主啊，我将来到中国后，任何人都帮不上忙，只能依靠你。如果祷告不管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一次我不主动告诉哈迪医生该发薪水了，就由你来感动他发给我吧。1个礼拜快过去了，到隔天，戴德生就1元不剩了。但哈迪医生仍不提薪水的事。那天下班前，哈迪医生突然走上前。对了，戴德生是不是该付给你薪水了？是啊。不过真抱歉，原本可以付给你，但偏偏今天下午我把钱全存进银行了。啊，主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今天再拿不到薪水，我明天就没饭吃，也付不出房租了。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！今天是礼拜6，又已经晚上10点了，竟然有一位老顾客匆匆忙忙跑来付款。就这样吧，这笔钱先拿去吧，不足的我下礼拜再补给你。神真的听祷告耶！今天我有钱付房租，而且有信心去中国了。你们保重，再见了。1853年9月，一艘载满货物的英国帆船启程了，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。当船开到第6天时，突然间风云变色，海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浪，把整艘船几乎抛在半空中。哎呦！主啊，救命啊！主啊，谢谢你平静了风浪，你真是信实的神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前面就是中国了。感谢主，我终于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救救我！戴德生初抵上海，就见到囚犯被赶赴刑场，虽有福音，却不能传给他们，心中感到很忧伤。因此，他一安顿下来，就勤学中文。有一天，他到街头分送福音书和单张。你的样子好认真，是不是对福音有兴趣啊？不是，我是位裁缝师傅，我是在研究你们洋人的西装是怎么制作的。不如我打扮成中国人吧。打扮成中国式样的戴德生，令中国人感到很亲切。但是有些英国人却轻视他。
但对戴德生来说，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，只要能传福音给中国人，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。